你就是那个纠缠燕慈的未婚妻谢婉宁？就这个姿色，脱光了他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我乃侯府主母慕容锦，我的儿子是侯府世子陆燕慈，他为了个外室要退婚，闹得京城沸沸扬扬。我从江南日夜兼程赶来，可刚进门竟被这狗眼奴才错认为我儿子的未婚妻谢婉宁。打的就是你，识相的赶紧退婚！我肚子里揣的可是侯府金孙。就是谢婉宁，你还不死心？就算你入了府，也只有独守空房的份儿。我们姑娘才是侯府的小祖宗。好一个侯府金孙！若让你这种货色入府，我慕容锦就跟你姓。谢婉宁，你竟敢抢我的鞭子！来人，快来人！他要杀了侯府金孙！你们乃是侯府的护卫，怎可听命于一个外室？什么外室？燕慈说了，他会以正式之礼八抬大轿迎娶我，日后整个侯府都是我的。世子疼我们姑娘，金银首饰流水似的送，连姑娘父兄都被塞进了衙门当差。你个太傅之女，有几条命跟我们斗？陆燕慈，我的好大儿，既然你这么烂泥扶不上墙，这侯爷的位置你也不必做了。贱人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都给我上，打死了由我担着！大胆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我乃侯府主母慕容锦，谁敢动我？慕容锦，那是陛下的义妹，常年在外经商的主母。谢婉宁，你撒谎也不打草稿！侯府主母出行，怎么可能连个随从都不带，还盘这种寒酸发髻？为了赶我走，你居然敢假扮侯夫人？是不是假扮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睁大眼看清楚，这是侯府主母对牌，见牌如见本夫人。好你个谢婉宁，心机够深啊，竟哄得老夫人把对牌偷给你撑腰。还好姑娘机智，不然真被这谢婉宁唬住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有老太太护着，你这辈子也只能进府当妾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抢过来！既然你死皮赖脸，非要缠着世子，行啊，我现在就施恩给你个妾当着，跪下，给本主母敬茶。许千妹，你当真疯了？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手抖了。夫人，你们这群瞎了眼的，敢动夫人，侯爷定会将你们碎尸万段。夫人，我才是陆燕慈明媒正娶的夫人，给我打烂她的嘴！许千妹，有什么冲我来，动我的丫鬟算什么本事？姑娘，这谢婉宁毕竟和世子是青梅竹马，万一她趁您怀孕偷偷勾搭世子，那才是后患无穷。那就除了根，来人，备绝子药！我倒要看看，一个不能下蛋的废人，还怎么跟我争！许千妹，就算你不信我是慕容锦，难道你就不怕陆燕慈知道你的所作所为吗？我做了什么？不过是你这个妾室冲撞了侯府金孙，我身为正妻稍作惩戒罢了。至于这药，那是你本来就体弱，下不了蛋。夫人，侯爷和世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再多嘴，等下连你一起发卖了。这就是勾引世子的后果，以后谁敢瞒着本夫人爬床，这就是下场。哥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不是去衙门当差了吗？差事，老子是去喝花酒了。如今谁不知我是世子的大舅子，老子不去也有人送钱。哟，这小娘子是谁？长得倒真俊。哥，她就是世子那未婚妻，不如你今日就给她办了，婚期失贞，看她日后怎么进侯府的门。许千妹，你敢！还是个泼辣性子，老子喜欢。这大家闺秀的身子就是嫩呐！滚！都给我滚！住手！夫人千金跪体，求你们染指，快住手啊！吵死了！把这个丫鬟也一块给我办了，省得日后她也妄想当通房，爬世子的床。嘿嘿，小娘子，这大家闺秀动情了，比勾栏院的还带劲儿。姑娘穿正红真好看，这便是板上钉钉的侯府主母了。姑娘不好了，世子突然回来了。
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谢小姐她实在是太……不用怕，大胆说，是不是谢婉宁那个杜甫来为难你了？世子，谢小姐骂我们姑娘是狐狸精，还要逼我们姑娘去配冥婚啊！都怪我，若我不曾遇见世子，谢小姐也不会被退婚。她恨我是应该的。这与你何干？我与她不过是父母之命，毫无感情。羞辱你就是羞辱我。谢婉宁人呢？叫她滚出来见我。世子不要去，谢小姐她为了报复你，竟在这房里当众扯了衣服与男子厮混。她还给我家大爷灌了药，说我家姑娘抢她婚时，她便要羞辱回来。婚还没退，她就收了10几个面首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世子的名声可怎么好啊！谢婉宁，你个贱人，给本世子滚出来！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我是谁。世子，你看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贱女人，她不仅打了我哥，还敢对您动手，快让人把她拿下！没错，世子，她方才还胆敢自称是侯府主母，简直胆大包天，连您都敢骗。睁大你的狗眼，再好好看看我是谁。母亲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您不是还在江南吗？怎么我不回来，怎么看得到我的好儿子竟在京城养出这么个无法无天的东西？不可能！燕慈，你骗我对不对？她不是谢婉宁吗？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我母亲，当今永宁侯府的主母，陛下亲封的锦安郡主，还不快跪下！徐千妹，现在我们的账有的算。母亲，你拿剪刀做什么？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你先把东西放下，伤了自己可怎么好？滚开！陶红是陪嫁丫鬟的女儿，跟我走南闯北，在我心里就是亲女儿。徐千妹，你敢动她，我要你的命！主母饶命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您要罚就罚我，千万别往那边去啊！现在知道错了，你下令把她拖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陆燕慈，你再敢跟一步，现在就废了你这个世子！你这小娘子还挺有劲儿啊！哪来的疯娘们儿？吃饱了撑的就来管老子的闲事儿？徐大人说了，这丫头赏给我们哥几个了，识相的就滚，不然连你一块儿办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臭娘们儿，臭娘们儿，你竟然扎我！看老子今天怎么教育你！动了侯府的人，还敢辱骂侯府主母，看你是活腻了！误会啊，是徐大人，都是徐大人让我们做的。他说这丫头是个没人要的，赏给我们哥几个乐呵乐呵。徐大人？哪个徐大人？夫人，别怕，我来了。我们回家，没人能再欺负你了。许长庚、许千妹，你们这对畜生兄妹，今日一个也别想跑！你胡说八道！我哥是让你们护送这位姑娘回府，谁让你们动手的？真是胆大包天！你放屁！明明就是徐大人他指使的。母亲，你竟敢当众杀人！贱娘们儿，居然敢打老子！看老子今天不弄死你！别动手！我们认错人了，这是侯府主母，是世子的亲生母亲，快跪下，快给主母磕头认错！什么侯夫人？不是说她是太傅家的那个谢婉宁吗？什么谢婉宁？这是永宁侯府的主母，当今陛下的义妹锦安郡主。你方才对我母亲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，还不快跪下认罪！郡主饶命，主母饶命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先扶陶红回我院里，叫府医过来，用最好的药诊治。都带回正厅。徐千妹，我问你，我刚进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？你们说他做了什么？回
回主母，徐氏刚见到您就挥鞭子抽了您的脸，还骂您说他肚子里的是金孙，让您供着他。他还抢了您的主母对牌，让我们摁着您敬茶，您不肯就拿烫水浇在您的手上。你竟敢如此折辱我母亲！还有呢，他下令给我灌了绝子药，对不对？是徐氏让奴婢熬的药，也是他下令灌下去的。主母饶命，奴婢只是听命行事。然后他让亲哥哥徐长庚毁我清白，给我灌药，甚至要把我的贴身丫鬟交给地痞欺辱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桩桩件件，奴婢都可以作证。还有你们这些侍卫，眼睁睁看着主母被折辱，不紧不拦，还听外室的号令，你们也难逃其咎。主母饶命，小的们是被徐氏骗了，真不知道您的身份啊！主母饶命，媚儿真的是一时糊涂。我若知道您是主母，借我100个胆子也不敢啊！不知道是我，徐千妹，就算我是太傅嫡女谢婉宁，你就可以随意鞭打灌药毁人清白了？不是的，媚儿出身卑微，世子是我唯一的依靠，我怕谢姑娘入府容不下我们母子，我才鬼迷心窍。而且这不全是我的主意，是金陵说要先下手为强，还有我哥，是他非要毁了谢姑娘清白，我是被他们撺掇的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嫉妒谢姑娘，说以后抬我当管事妈妈我才听命的，你现在竟然推给我！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要不是你说跟着世子能当官，老子能管你这些烂事儿？现在闯祸了，想往老子身上泼脏水，没门！谁呢？你这个没脑子的混账！你这个贱人！你们！世子，你信我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太在乎你，太怕失去你了。我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媚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不舒服？快传府医！说主母不原谅我，我就算活着也没意思，不如让我带着孩子一起去了，省得碍了主母的眼。母亲，您看他这个样子，怀着孩子，身体也不舒服，就算有什么错，也先让府医给他看看好不好？怎么？他现在知道不舒服了？他抽我脸、浇我手、给我灌绝子药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不舒服？母亲，我知道他错了，他就是一时糊涂，他本性不坏，平日里温柔善良，绝不会这样的。本性不坏。陆燕慈，我问你，倘若今日来的不是我，是谢婉宁呢？她会被毁容，被灌绝子汤，被流氓欺辱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你觉得她还有活路吗？这些事全是这个本性不坏的女人亲手策划的。陆燕慈，你分不清是非黑白吗？别过来！媚儿，你做什么？既然主母容不下我，那我活着也没意思了，不如带着孩子以死谢罪。你疯了！快把刀放下！你还有孩子呀！你要是出了事，我怎么办？主母恨我入骨，我横竖都是死。世子，我们来世再见。不要！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怎么，不是要以死谢罪吗？这就不死了？母亲，媚儿都愿意以死谢罪了，你就不能饶了她这一次吗？她肚子里怀的可是您的亲孙儿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，非要逼死她不可？我逼她？陆燕慈，我脸上的伤，手上的伤，你是一点都看不到吗？那些事已经发生了，你也没什么大碍，陶皇也好好的，何必赶尽杀绝？媚儿只是个弱女子，怀着孕一时糊涂，你就不能看在孙儿面上放过她吗？没大碍。我能活下来是因为我有本事，若是换了谢婉宁，你敢想象她的下场吗？母亲，你竟然又打我！我慕容锦行得正坐得端，竟养出你这么个是非不分的东西。这一巴掌打的是你黑白颠倒。还有，别叫我母亲，我慕容锦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管家，老奴在。把徐千妹、徐长庚、金陵，还有作恶的婆子地痞全部拿下，关进柴房，严加看管。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我看谁敢！她是我陆燕慈的女人，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好，好得很。陆燕慈，既然你这么护着她，那这个侯府世子的位置你也别做了。陆家容不下你这么个为了美色连亲娘都能反目的子孙。这是做什么？闹哄哄的，成何体统？燕慈，你竟敢对着你母亲拔剑，你是要反了天吗？
还不快放下！祖母，你可要为孙儿做主啊！静儿，你受苦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亲，从我进门起，这位徐姑娘便挥鞭抽我，拿开水浇我，甚至强灌绝子汤，命地痞毁我清白。这桩桩件件，燕慈都看在眼里，却一心护着她。好个毒妇！我陆家哪里对不起你？你竟敢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！老夫人饶命，媚儿真的是一时糊涂，求老夫人给个机会。静儿，这毒妇确实该罚，只是她肚子里毕竟怀着燕慈的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总不能让她生下来没名分吧？依我看，绝不能让她做正妻，就罚她入府当个贱妾，居在院子里生孩子，再去祠堂跪3个月，抄100遍女戒，你看如何？谢祖母开恩，谢祖母开恩。母亲，不是我不给您面子，只是这件事绝不能这么算了。静儿，今日她敢对我这个主母下死手，他日就敢害府里其他孩子。这样一个蛇蝎女人，绝不能进陆家的门。若留她在府里，如何对太傅府交代？我绝不容许她毁了陆家100年的名声。母亲，儿子来晚了，让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是儿子的错。起来吧，不关你的事。陆燕慈，你还是人吗？母亲千里迢迢从江南赶回来，你就这么对她，让母亲受此折辱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的事轮不到你管。陆怀川，你少在这里假好心。我假好心？你12岁落水差点淹死，是谁不顾性命跳水救你？你15岁得罪御史，是谁连夜进宫求皇后保你？都是母亲。母亲为你求亲谢家，是盼你走回正途。你倒好，为了这女人毁婚约，让母亲在太傅面前抬不起头。你配当这个世子吗？你配当母亲的儿子吗？二少爷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跟世子没关系。你要罚就罚我。闭嘴！陆家的事轮不到你一个外室插嘴。要不是你这个狐妹子煽风点火，我大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做的恶，等下跟你一笔一笔算。母亲，你想怎么处置，儿子都帮您办。就算大哥要护着这个女人，儿子也绝不容她坏了陆家的规矩。陆燕慈被宠坏了，昏庸无能，怀川却自小沉稳，立下战功。当初真是我瞎了眼，才把谢婉宁那样好的姑娘许给了陆燕慈这个扶不起的阿斗。陆燕慈，我给最后一次机会，2条路你自己选。母亲请讲。第一，立刻送走徐千妹，你去太傅府负荆请罪，如期与婉宁大婚，收心当你的世子。第二，你要非护着这女人，就去祠堂跪请除去宗籍，从此你不再是陆家子孙，是生是死与侯府再无干系。母亲，我是您的长子，您竟要为了这点事儿跟我断绝关系？就凭你今日所为，你不配，给你半个时辰考虑。想好了吗？选哪条？世子，你选第1条吧，不用管我，我走就是。能与你相识，媚儿知足了。只是可怜我们的孩子，没机会看这世界一眼。母亲，我选第2条路。燕慈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媚儿是我的女人，我绝不舍弃她。即便逐出陆家，我也要跟她在一起。传令下去，后日辰时开陆氏宗祠。夫人，您真的要把大少爷逐出宗籍吗？老夫人那边已经派人来请了3次了。我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选了死路。你安心养伤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夫人，老夫人请您明日一早去荣安堂，说非见您不可。该来的总会来。主母，都是我的错，您要打要杀都行，求您别赶世子走，他是您的亲骨肉啊！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他，绝不再惹您生气。您收回成命吧。当时给你半个时辰考虑时，
你骨气硬得很。陆燕慈，我慕容锦的话，从未有收回的道理。静儿，燕慈是长子嫡孙，真逐出去，陆家会沦为京城笑柄，对你名声也没好处啊。陆家百年清誉，不能毁在拎不清的败类手里。今日若饶，他日必是大祸。母亲，老夫人终究还是想和稀泥。无妨，谁说情都没用。怀春，明日宗祠，你随我一起去。儿子明白，陆家列祖列宗，定也容不下这等糊涂败类。宗祠重地，外姓女子不得入内。锦之喜，你真的想好了？燕慈毕竟是长子，为了一个外室就要逐出宗籍，是不是太过了？七叔公，不是我要赶他走，是他自己选的路。他为外室毁弃太傅府婚约，纵容妖女鞭打主母，下毒灌药，桩桩件件，哪一点配当世子？当着各位族老和先祖的面，我再说一次，选哪条路你自己说。我绝不舍弃媚儿和孩子，哪怕被逐出陆家，我也认了。这胡说八道！荒唐！陆燕慈逐出宗籍，意味着你死后不能入祖坟，不受香火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我不能负他。好，既然你自愿，那就签字画押，从此恩断义绝。各位叔公，陆家百年基业，绝不能交给这种是非不分的人。侄儿恳请各位准许母亲的决定。签字吧，路是你自己选的。夫人，侯爷回来了，侯爷从边关杀回来了。夫人，我回来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没事，你提前半月赶回来，边关的事都处理完了。边关的事哪有你重要？我刚到直隶，听说那个畜生敢让人欺负你，我恨不得杀光那群孽种。陆燕慈呢？那个敢动我夫人的毒妇呢？我现在就去宰了他们！小哥，你先别冲动，我已经开了宗祠，将他逐出陆家，废了世子之位。他敢让你受罪，就算是我种，我也要亲手废了他。还有那个贱人，我要将他挫骨扬灰。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现在动他，反倒让外人说我们容不下子嗣。我已经把他们赶出侯府，不许他们带走一分一毫。哼，那孽种是不是他的还不一定呢。都怪我，若我不走，谁敢动你半分？以后我哪儿也不去了。就是你们给夫人灌的药。侯爷饶命，是徐氏逼我们做的，我们要是不做，他就要打死我们啊！发放到北边苦役场。既然知道自己是条狗，就不该对着主子呲牙，割了他的舌头，打断手脚，发放到最低贱的窑子去。侯府养你们是护着主母，不是让你们听一个外室号令，连主子都认不清，留着何用？全部打断腿，逐出侯府，革去职差，打40大板，赶出京城。世子，侯爷会杀了我的，他一定会杀了我的。闭嘴！父亲向来治军严明，说一不二。若是让他知道你对母亲做的那些事，我也保不住你。不，我不想死，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啊！姑娘，外面的人全被处决了，您哥哥也被打断骨头赶出京城了。侯夫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谢大人客气了，今日锦登门，是专程来赔罪的。是我教子无方，养出陆燕慈那个混账，毁了和婉宁的婚约。是我陆家对不住谢家。陆燕慈已被逐出宗籍，废了世子位，他欠婉宁的，我这做母亲的定会尽全力弥补。儿女情长，强求不得。只是婉宁那孩子为此哭了好几日，连门都不肯出。
婉宁见过侯夫人。婉宁，对不起，是伯母没教好儿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伯母言重了，我与世子本无情分，他既另有所爱，解除婚约对我而言未必不是好事。谢大人，当年婚约只说是陆家儿郎，如今逆子已被放逐，我想问问婉宁的意思。若你愿意，我陆家二郎陆怀川愿以正妻之礼八抬大轿求娶婉宁姑娘为妻。谢大人，小侄爱慕婉宁姑娘已久，绝非冲动。若能娶婉宁为妻，小侄此生绝不负她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无二心。侯夫人，此事关乎小女终身，谢某不能立刻答复，容我们夫妇与婉宁商议后再给您回话，如何？理应如此，是我唐突了，但我这二儿子的品性，我可以担保，他对婉宁绝非一时冲动。有什么话就问吧，别憋着了。母亲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您真的想让我娶婉宁姐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你打小就护着她，她受了委屈，你第一个冲上去，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若是你们能在一起，母亲自然乐见其成。谢谢母亲，儿子这辈子一定会好好待她，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少爷，您把这些宝贝都翻出来，是要送给谁啊？别多嘴，这个玉佩婉宁姐应该会喜欢。这木簪我亲手刻了许久，不知她会不会嫌弃。没写那些华丽辞藻，只写了小时候偷偷塞给她的糖和这么多年藏在心底的爱慕。愿用余生护她周全，悄悄送去太傅府，务必亲手交给谢姑娘的贴身丫鬟，不许旁人知道。奴才记住了。站住！侯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带出府内一针一线。开箱查验。好大的胆子，偷宫中的财物！父亲，这些东西你怎么说？媚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拿这些东西做什么？燕慈，我们就要被赶出去了，我只是想给孩子攒点家底，总不能让他生下来跟着我们喝西北风吧。陆家宫中的财物，何时轮到你一个外室染指了？父亲，这些是我送给他的，就是他的东西，你要罚就罚我。宫中的一分钱你都别想带走，所有财物全部收回库房。陆燕慈，你看看你父亲，他这是要逼死我们母子啊！没银子我们怎么活？够了！要不是你偷偷摸摸干这种蠢事，能惹出这麻烦吗？你明知道他正盯着我们。陆燕慈，你竟然吼我，我这都是为了谁？你现在竟然怪我！燕慈，我们真的要走吗？我们去求求父母原谅好不好？出去了，我们要怎么活？事到如今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路是我选的，跪着也要走下去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。这是祖母的提己欠，过不下去就回来求你爹娘。孙儿谢祖母，孙儿记下了。为了个毒妇众叛亲离，自作自受。看啊，这就是那位情种世子，为了个外室，成了丧家之犬。陆大人，这几份河道烂账，明日必须清出来，出半点差错，唯你是问。往常这些都是3、5个人分的，我一个人的话，以前你是世子，现在你只是个没背景的散官，不想干就滚！
这都是什么东西？连口燕窝都没有。我怀着孕，你就给我吃这个？陆燕慈，你看看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日子过成这样是因为谁？要不是你，我能落到这地步吗？你要是再抱怨，就给我滚！这已经是老夫人给的最后一锭银子了。你买这衣裳，买这补品，就花了个干净。下个月我们喝西北风吗？我怀着你们陆家的种，难道要跟着你吃糠咽菜？你这虚荣的毒妇，简直无可救药！靠不住了，再跟着这个废物，我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我得给自己找条新的后路。瞧，那不是侯府逐出来的那个外室吗？穿得这么寒酸也敢来这儿？听说现在住破院子，连下人都顾不起，也不嫌丢人。张掌柜，好久不见，不知绸缎庄的王老板最近还常来吗？王老板可是贵客，他每日下午都在城西茶馆。徐姑娘，您找他有事？王老板，好久不见，小女子冒昧打扰了。哟，徐姑娘，稀客呀！什么风把你这世子的心头肉吹过来了？世子他没本事，不仅让我受苦，还经常打骂我。王老板，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受不得这种委屈啊！你放心，以后有难处尽管找王某。废除陆彦慈世子之位，庶为平民。二子陆怀川功勋卓越，品行端正，特立为永宁侯府新任世子，钦此。臣陆怀川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侯爷夫人，小女与我们夫妇商议过了，这门亲事谢家应下了。伯母定把你当亲女儿疼，绝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万宁姐，我定不负你。这院里的杂草都拔了，全换成婉宁姐喜欢的栀子花，一株都不能差。少爷，离大婚还有3个月呢，您这地砖都要亲自挑，也太紧张了吧？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，当然要准备的妥妥当当。这梳妆台必须用最好的紫檀木。陆怀川，凭什么是你？世子位是我的，万宁也是我的。错了，真的选错了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见我母亲。陆公子请自重，夫人有令，除名之人不得踏入侯府半步。我是他亲生儿子，你们这群奴才敢拦我！陆公子，夫人说母子一场，这几张银票是最后的一点情分。既然选了自己的路，就别再回头了。这支钗还有这裙子哪来的？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些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以为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？这是我母亲留下的陪嫁，我一直舍不得拿出来，现在换了点钱不行吗？你母亲过世多年，哪来这种成色的赤金钗？你到底瞒了我什么？陆言慈，我怀着你的种，跟着你受尽白眼，你现在竟然怀疑我，我要是真想攀高枝，当初何必跟你出来吃苦？对不起妹儿，是我被那群势利小人气疯了，我不该怀疑你。没用的废物，若非还要拿你当遮羞布稳住王老板，我早就一脚把你踹开了。母亲，怀川皮肤白，穿这个颜色最合适。这枣红色的做里衬，喜庆又不张扬。怀川是个闷葫芦，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，能嫁给他也是我的福气。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才知道，被人放在心尖上疼着是这种滋味。
这孩子每天从军营回来，非得去太傅府转一圈才肯睡，是真把你当命护着呢。好孩子，这是陆家主母代代相传的信物，以前是我老糊涂了，差点委屈了你。老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婉宁万不敢收。你是怀川正妻，未来的主母，不给你给谁？陆家能有你，是全家的福分。那陆公子真是可怜，为了个外室被赶出府，结果被人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。谁说不是呢？听说那女人天天和王老板厮混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再敢污蔑媚儿，我杀了你们！整个京城都知道的事儿，就你蒙在鼓里。不信，去城西茶馆打听打听，看你那宝贝媳妇儿拿谁的钱买的钗子。王老板，您坏透了！等那傻子回来，您可得赶紧走。怕什么？他现在就是只没牙的落水狗，老子还怕他不成？王元庞，你竟敢勾引我的女人！陆公子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你连饭都让他吃不上，我给他锦衣玉食，他愿意跟我，有什么不对？媚儿，你告诉他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你不会跟他走的，对不对？陆燕慈，别自欺欺人了。跟着你，我连口燕窝都喝不起，为什么要受这份罪？当初说是因为喜欢我才在一起的，你说不图我的身份，那种鬼话你也信？我当初跟你图的是侯府世子的富贵，现在的你一无所有，连条落水狗都不如。肚子里的孩子总是我的吧？你为了孩子，孩子，这孩子是谁的还真不一定，你凭什么认定是你的？陆燕慈，奉尚书令，你办事不力，玩忽职守，即日起革去主事之职。世子加官职，全是假的。陆燕慈，我们两清了，从此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两清？我为你丢了命根子，你跟我说两清？徐千妹，这不是那弃母求欢的陆公子吗？怎么被那外室踹了？真是现世报！拿酒来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京城第一情种吗？怎么一个人喝闷酒？你那小娇娘呢？我杀了你！住手！小的不知是您，多有冒犯。大哥，就算落到今天，也不该作践自己。别叫我大哥，我不用你家好心，滚啊！银子留给你，好自为之，别再让母亲和父亲为你丢人。去，把马车赶到太傅府门口转一圈，让他们看看我如今的富贵。是。哪来的野鸡也敢来太傅府撒野？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室，滚！瞧，那不是抢人未婚夫的毒妇吗？现在也只能给人做妾，真是活该。如今我陆燕慈竟肉泼到给茶馆抄茶单，可笑！说荒唐，道荒唐，世子为妾弃高堂，到头来人财两空，绿帽戴的响当当。
听说那徐氏在城西住上了大宅子，王老板疼得紧，正准备纳二房呢。你这叫花子来这里做什么？弄脏了我的地砖。徐千妹，我问你，当初的海誓山盟都是假的吗？你肚子里的野种到底是谁的？陆公子，千妹现在是我的心头肉，这孩子自然也是王家的种。你要是再撒泼，我就报官抓你。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明媒正娶？陆彦慈，你连八抬大轿都没抬我，连个名分都没给我，我算哪门子妻子？我现在锦衣玉食，比跟着你强100倍，以后别再来恶心我，滚！母亲，祖母，回来了。看陆怀川这模样，哪里像是要大婚的人，倒像是要上战场的将军。儿子只是想着大婚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定要给婉宁姐一个最风光的婚礼，绝不能让她受半分委屈。你有这份心就够了。怀川比陆彦慈那个不争气的大哥强多了，以后和婉宁和美过日子，早点给陆家添个大胖小子，祖母就心满意足了。夫人，世子，太傅府送嫁妆来了。天哪，这是120台10里红妆啊！当初陆彦慈真是下了狗眼，放着太傅府的嫡女不娶，去搞那个外室。现在好了，人家风光出嫁，他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那本该是属于陆彦慈的婚礼，那10里红妆本该是送给陆彦慈的。听说那陆彦慈现在住破庙，跟乞丐抢食呢，活该！婉宁，你父母把你宠到了心坎里，嫁过来后，陆家绝不让你受委屈。怀川若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不饶他。能嫁进陆家，遇到你们，是婉宁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等我生下这胎，王元宝自然会体恤我辛苦，到时候把那不识相的原配休了，我便是这王家正正经经的夫人。姑娘天生富贵命，那乡下的黄脸婆哪能跟您比？你是谁？竟敢擅闯我的院子！来人，把这疯婆子赶出去！你的院子，这房产地契一砖一瓦全是老娘的嫁妆，你这狐妹子竟敢肖想我的位置！你是王夫人，我怀着王元宝的孩子，你敢动我，他绝不饶你！他的一切都是我们柳家给的，你觉得他会为了你这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跟我翻脸？救命！王元宝，救命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只要别打死，留口气就行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这张脸，他还拿什么勾引男人？元宝救我！他们要杀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！夫人息怒，夫人息怒，是我一时糊涂，被这狐狸精徐千妹迷了心窍。王元宝，花我的钱养外室，你活腻了！我错了，这个女人我马上送走，再也不见了。夫人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得。不知廉耻的狐妹子！王元宝说了，再敢来闹事，直接报官抓人。让王元宝出来！我肚子里还有王元宝的种！这野种是谁的还不一定呢。滚远点，别脏了王府的地界！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徐千妹，给我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！燕慈，我知道错了，是王元宝骗了我，他把我赶出来了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你收留我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，我们把孩子生下来。晚了，当初是你自己要跟王元宝走的，
是你说跟着我受苦，是你说孩子不一定是我的。我陆燕慈就算是饿死，死在街上，也绝不会收留你这个蛇蝎女人。滚！别脏了我的地方。夫人，老夫人终究心疼，偷偷让老奴给破庙那边送了些银子、衣物和吃食。只要陆燕慈不再来侯府闹事，给她条活路，随老夫人去吧。锦儿，谢谢你，是我没教好燕慈，委屈你了。陆家的未来在陆怀川和谢婉宁身上，至于陆燕慈，她的路只能她自己走。慌什么？不就是娶媳妇儿？想当年我娶你母亲的时候，比你镇定多了。父亲，儿子是怕出半点差错，委屈了婉宁姐。吉时已到，去吧，把咱们陆家的世子妃风风光光迎回来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从今往后，陆家算是真的翻过那段阿扎日子了。夫妻对拜。那是我的婚宴，那原本该是我的婉宁。瞧瞧，这就是当初那个眼瞎的世子，现在连进门的资格都没了。我错了，母亲，我真的错了。谢婉宁，凭什么你做侯府主母，我却要在这等死？王元宝，你既然不给我活路，那咱们就谁也别想活，哪怕是去闹个天翻地覆，我也要撕下你一块肉来！夫人，世子妃，外面出大案子了，那个徐千妹死在王元宝家里了。死了？她不是刚攀上王元宝，怎么会突然没命？她挺着大肚子去王元宝家闹，逼王元宝休妻扶正。柳氏那火爆性子哪能忍？两人在柴房起了冲突，柳氏一刀捅进了她肚子里。你这不下蛋的老母鸡，等我生下儿子，王元宝定会休了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夫人受惊了，快报官！就说这疯妇私闯民宅要杀你，你是失手。柳氏被保了下来，回了老家。徐氏的尸体被扔在乱葬岗，还是街坊凑钱埋的。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，这就是命。大公子听闻死讯后，在破庙做了一夜，今早去甘露寺剃度出家了。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，对他而言，这确实是最好的结局了。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好，好，这才是陆家该有的喜气。小哥，看，陆家的新日子总算是开始了。小魏来啊！陛下有旨，赏陆念安长命嗣，金玉如意，特封陆念安为云骑尉，钦此。恭喜侯爷，这云骑尉的恩宠，满京城可是独一份啊！世子妃打理中馈有方，如今又添贵子，侯府真是福泽深厚。婉宁这孩子确实好，心思细腻，礼数周全，是我们陆家的福气。你看看，这群人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督察院御史张维弹劾陆萧家教不严，纵子作恶，要陛下削去陆萧的兵权。
陆彦慈虽然已经出家，但那混账从前的劣迹还是被张维翻了出来。朝堂上那帮人正愁没机会打压陆家，我当是什么大事，不过是些跳梁小丑。张维这折子递上去，丞相那一党必然附和。你急什么？陛下最看重的是你的忠心和带兵本事。晏慈已被逐出宗籍，他的事儿早与陆家无关。话虽如此，但我担心谢太傅那边也会受牵连。他们是见陆家与太傅府强联合，触动了丞相的利益。丞相这些年一直想分化勋贵与文臣，陆怀川在军中的威望已经让他坐不住了。我慕容锦能撑起侯府这么多年，能在大庸行商走遍天下，从来都不是只会躲在丈夫身后的妇人。谁敢动陆家，我必然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念安满月那天我就想去，可惜公务繁忙。瞧你当了祖母，就越活越年轻了。谢嫂子记挂。仅今日进宫，实则是为那封弹劾奏折。陛下昨儿看了奏折，当场就扔在一边，把张维骂了一顿。你放心，陛下心里有数，绝不会因为这点事儿就移了陆侯爷。我自是信陛下的，只是这群文官不想着同心御敌，反倒拿那逆子的陈年老事挑拨君臣关系。你回去告诉陆侯爷，安心做好自己的事，朝堂上的风言风语有陛下替你们挡着。那是晏慈。走吧，回府。母子一场，缘分早就断在那天了。从此山水不相逢，各自安好。陆侯爷乃国之柱石，张维无端弹劾，罚俸半年。陛下，关于工部河道款项纰漏一事，臣愿立下军令状，3日内查个水落石出。准。果然，这几笔出项对不上，是有人借大哥不理庶务，做了家长中饱私囊。圣爷，你已经熬了2个通宵了，先歇歇吧。不，这一仗我必须替陆家打个漂亮。陈管事，这绸缎采买需报了3成。张嬷嬷，外面的闲话传得挺欢啊。世子妃，老婆子伺候老夫人几10年了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中饱私囊者，报官追赃，搬弄是非者，免去庄子。婉宁，你做得对，以前是我惯坏了他们，这府里往后就交给你了。婉宁长大了，这番雷霆手段倒是有我当年的影子。夫人，出事了！我们运往京城的3船丝绸茶叶，还有20万两银子的货，在扬州码头被盐运使赵凯扣了。赵凯说船队私通外敌，走私禁品，他偷偷在货船藏了铁器，现在不仅扣了货，还把伙计们全抓进了大牢。私通外敌？我的船队做了20多年生意，从来奉公守法。赵凯背后是丞相在撑腰吧？夫人圣明，赵凯放话，3日内若不交50万两银子赎人，就以通敌叛国罪上报朝廷，那可是10几条人命啊！50万两，他也不怕撑死。你下去歇歇，3日之内，我让他把人把货完好无损的送回来。丞相，朝堂上动不了陆家，便想断我的财源，那我就让你看看这大庸的生意经是怎么念的。第1封给江南巡抚，告诉他当年的赠金之恩该还了。第2封给两淮盐政，他手里赵凯的罪证可以递上去了。第3封给扬州岸县，我要赵凯和丞相往来的所有书信。慕容锦还没派人送银子来，告诉他，老子耐心有限，明天就让他那10几个人头落地。赵凯，
你贪赃枉法、栽赃陷害，证据确凿，给本官拿下！你们干什么？我舅舅可是丞相！哼，丞相也救不了你，你的罪证已在送往京城的驿路上。夫人神算，赵凯已被革职查办，押往天牢，货物和伙计全放出来了。丞相那边也闭门谢客，丞相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记住，我慕容锦的生意不是谁都能动的，谁敢伸手，我就剁了谁的手。世子，老奴终于找到您了。赵皇，你的腿，当年世子为了徐氏得罪侯爷，老奴护主不力，被打断了腿。如今老母重病没钱医治，老奴厚着脸皮来求您救命啊！主持，求您将了尘这半年抄的经书变卖了，有一故人老母待救，了尘愿在佛前多领罚。前尘债，后事偿。这20两银子你拿去吧。对不起，赵虎，是我害了你，害了你们。这银子你拿去治病，以后再别来了。了尘大师，我们丞相很是同情你的遭遇，只要你肯出面指证陆骁当年私吞军饷，构陷生父，丞相保你还俗，还你锦绣前程。陆家生我养我，我纵然不孝，也绝不会做背主求荣之事。陆彦慈，你别丢脸不要脸！现在的你连条狗都不如。我早已是方外之人，两位请回吧。念安，这是念安。二嫂，景明，这是怎么了？可是书院受了委屈，慢慢说，别着急。书院摸底大考，有人举报我作弊，山长从我书卷里搜出提前写好的范文，直接撕了我的卷子，还要把我逐出书院。二嫂，我真的没有作弊，是有人故意害我。我不读书了，我没脸读书了。景明，二嫂信你，清者自清，只要是陷害，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你先回房歇息，天大的事儿有二嫂顶着。管家，立刻带人去白鹿书院查清今日考场谁做景明邻座，谁有机会碰他的书卷，再查那篇范文的笔记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山长，请看，这范文笔记虽刻意模仿，但勾画间全是柳文斌的习惯。且柳文斌身为丞相亲眷，做景明邻座，动机与机会并存，您还要冤枉我陆家子弟吗？柳文斌，你有何话说？山长饶命！是我嫉妒陆景明才气，怕他抢了我的解元名额，才出此下策。将柳文斌逐出书院。二嫂，谢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景明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景明，你要记住，路还长，只要行得正，就不怕任何人的闲言碎语。陆骁，北敌入侵，边关百姓流离失所，唯有你出征，方能稳住三军将士之魂。朕封你为兵马大元帅，统领10万大军，3日后即刻出发。臣陆骁领旨，定让北敌蛮寇有来无回，保我大雍山河无恙。宫里的事定下来了。陛下命我领兵10万出征北境，3日后启程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在后方为你打理粮草，我的商行能以最快速度筹集药材，你我夫妻同生共死。边关苦寒，那是战场，留在京里守着孩子。当年你第一次出征，我就陪着，这一次也一样，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婉宁，府里钟馗就彻底交给你了。老夫人和念安是你和怀川在京城的根，万不可大意。怀川，朝堂上的事多请教你岳父谢太傅，护好家里。等我和你母亲凯旋。儿子明白，定不辱命，请父亲母亲保重。请二位长辈放心，婉宁定会守好侯府，等你们平安归来。
父亲、母亲，儿子想请旨随军出征。身为大庸将士，我岂能躲在京城苟且偷安？不行！我和你母亲都走了，你是世子，家里的老小和门户谁来撑着？家里有婉宁在，定出不了乱子。儿子年轻力壮，比您身边的老将更灵活，请父亲成全。怀川，战场真刀真枪，生死一线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，绝不后悔。我要靠自己的本事守住陆家的荣耀，守住大庸的百姓。好，不愧是我陆骁的儿子。既然你想去，那就随我出征，但军令如山，战场上不可有半分任性。婉宁，对不起，我们才成亲不久，念安又这么小，我就要丢下你去边关。你想好了？别说对不起，保家卫国是你的责任，我懂。家里有我，我会照顾好祖母和孩子。你在前线只管杀敌，不用惦记家里。以前父亲出征，我是他最骄傲的长子，如今我却连送行的资格都没有。了尘师兄，门口有个女人非要见你，说有天大的事儿。金陵，是你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别客了，当年的债你我皆已偿还，因果循环，谁也不欠谁了。这些拿着，找个安静的地方活下去吧。以后莫要再提从前。主持，了尘恳请入后山闭关院，从此不出山门，青灯古佛，抄经赎罪。池儿，既已放下，便去吧。前尘已矣，往事如烟。我的债，我的罪，我要用余生慢慢偿还。将士们，北敌入侵，毁我城池，杀我同胞。今日我等奉命出征，不破北敌，誓不还朝。夫人，我们该出发了。走，并肩杀敌。婉宁，家里就交给你了，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祖母。你放心，我和孩子等你平安凯旋。前方便就是关山万里，战火连天，夫人怕吗？我16岁嫁你，20年风雨同舟，当年是心腹从军，如今是老将出征，有你在，我何惧之有？元帅，元帅，北敌日夜猛攻，城池已破3面，将士伤亡过半，云州保不住了。有本帅在，云州丢不了。营帐简陋，我不该让你住在这儿受冻。明日我让人在城内寻处府邸。将士们都在风里雪里，我岂能独享安稳？军心在上，我与你同守。父亲，儿子愿领先锋营守西门最险处，人在城在。准。军心不在勇，而在安。将士们怕的是家小无依，粮草断绝，伤兵无救。我已调江南粮草10万担，药材3000箱，并令婉宁在京城安抚将士家眷。你只管前线杀敌，后勤安稳，我来扛。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夫人乃万金之躯，竟亲为我等建族疗伤。兄弟们，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拼命？连侯夫人都守在城下，咱们云州人不能怂，守城去！是。
哥几个前线卖命，这药我们要了。站住！哪来的娘们儿？少管爷们儿的事儿！这药我们弟兄急用，滚开！混账，敢对家母不敬！你们是哪一营的？将领是谁？我们是前营散兵，无主之人，元帅都管不着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来人！军规第7条，劫掠百姓、抢夺军资者，斩！今日留你们性命，杖责40，发配前营死士队。再有下次，定斩不饶。这些粗重杀伐之事，交给下人便是，何必亲自动手？我若不立威，后方不稳，夫君在前线如何安心？我的男人保家卫国，我就守住他的军心。此生有你，是我陆小最大的福气。北狄大汗狂妄，以为我大庸无人，今日便让他知道，永宁侯的刀不是那么好躲的。父亲，北狄虽重，但孤军深入，粮草必在后方。儿子愿领500轻骑，趁夜协营。北狄防备森严，此去恐有不测。你母亲说你沉稳有谋，本帅信你。切记，不求杀敌，只求烧粮。我烧粮草，随我突围！父亲、母亲，北狄粮草焚毁大败，敌营大乱。好，不愧是我陆骁的儿子。辛苦了，快去疗伤歇息。将士们，守住云州，护住百姓！连侯夫人都登城了，咱们拼了！哼，永宁侯好福气，竟有如此贤内助。云州城，陆怀川守住了。世子妃，江南粮草已顺利出京，谢太傅打过招呼，沿途关卡无一敢阻。老夫人那边呢？回世子妃，老夫人身子安好，每日喝药散步。念安少爷也乖巧，照看极仔细。再备一批冬衣与棉絮，快马送往前线。另外，每月送些米粮衣物去甘露寺，不必声张，只说是香客供奉。奴才遵令，定当办妥，绝不声张。婉宁，战事顺利，家中莫念。我不写思念，只写府中安稳。他在前线守家国，我便在此守家门。祖母安稳康健，孩儿乖巧，请夫君奋勇杀敌，保重自身，平平安安。陛下，臣请扣押边关粮草，撤走边关将士。陛下，臣弹劾丞相私通北狄，克扣军粮，证据确凿，拿下。丞相革职查办，党羽一网打尽。夫人，消息传回，丞相倒台了。锦儿不在，你就是陆家的定海神针。锦儿，你真是给陆家娶了个顶好的主母，有她在，我就算闭眼也安心了。师傅，斋饭到了。师傅，山下都在传，永宁侯元帅在边关打了大胜仗，北狄败退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听说新任世子陆怀川公子也立了大功，官家赏了好些金银呢。知道了。还有，
侯府每月都差人送米粮衣物来，名头虽说是香客供奉，可住持交代了，那是侯夫人的心意，专门给您的。母亲，你终究还是舍不得我。小时候我落水，你跳湖救我；我闯祸，你不求好报，我却以怨报良，宠妾害母，让您受尽折辱。替我谢过那位香客，从此不必再送我。师傅，那可是上好的冬衣和细粮，您这院里冷，不收可怎么熬？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前尘已了，因果自担，不复相见。北狄粮草被焚，退军必经黑风口。传令下去，我亲率主力正面诱敌，怀川令500轻骑绕后断路。末将领命。黑风口地势险要，北狄大汗困兽之斗，你务必小心。等我回来，带你回江南去看你最爱的杏花。哈哈哈哈！陆骁的人头就在眼前，杀进去！大庸将士听令，断其退路，一个不留！北狄大汗败了。陆侯大破北狄10万铁骑，俘虏敌手。陛下有旨，封陆骁为镇北王，赐金印；封陆怀川为定远将军，封谢婉宁为一品诰命。好，咱们陆家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江山。镇北王万岁，王妃万福。萧哥，怀川。镇北王万岁！定远将军威武！终于回来了。锦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可想死我了。母亲，让您担心了。爹爸！锦儿，你真是我大庸的功臣，不仅撑起侯府，还稳住边关后方，满朝文武无人不赞。臣妇只是做了分内之事，不敢居功。诸位同僚，这一杯敬我大庸山河无恙。夫人，跟着我奔波这一路累吗？不累，有你在，有家人在，一切都值得。夫人，柳氏流放3000里人数以下，终生不得回京。王老板家产被封，听闻今晨已沦落在城隍庙乞讨了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那些作恶的人终究逃不过报应，这也是他们自找的。一切皆是因果，不必再提。往后这侯府再不许提那2人的名字。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二哥、二嫂，景明不负众望，秋闱一举考中举人。好，咱们景明前途光明，父亲母亲知道，定要重赏。不愧是陆家的种，咱们家以后就要出一个大文豪了。这种安稳日子，以前在战场上想都不敢想。如今咱们终于卸下重担，只要孩子们争气，咱们就躲个懒，赏花喝茶。我与你父亲操劳半生，如今家国安定，你们也已撑起侯府，我们想放下一切，回江南隐居，看遍人间烟火。儿子领命，定会守好侯府门户，不让父母担心。儿媳定会照顾好祖母与景明，请母亲放心。你们辛苦了一辈子，也该歇歇了。江南好啊，山清水秀，最是养人。我支持你们。我答应过你，凯旋之后陪你回江南看杏花，仗剑天涯。如今我兑现承诺。锦儿，这一去山高路远，若想家了，
定要写信回来。父亲、母亲一路保重。从此，京城侯府的主母、镇北王的王妃都成了过往。我只是慕容锦，是陆萧的妻子，是一个即将与爱人共赴江南，看遍人间烟火的普通女子。